三大群体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，身体有艾滋，8个信号很明确。老苏今年63岁，最近他发现自己总是莫名低烧，夜里还常常大汗淋漓，枕头都能湿透。他以为是感冒，去药店买了些药，但症状反复不见好。再过几天，他体重突然掉了好几斤，脖子两边的淋巴结也开始肿起来，按下去还有点疼。家里人担心，催着他去医院检查。可老苏总觉得自己没啥大问题，不想麻烦。后来在医生的劝说下，老苏做了详细检查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竟然感染了艾滋病。他不明白这样的疾病怎么会盯上自己，平时注意身体，怎么还会出现这些症状呢？当身体出现反复发热、夜间盗汗、体重下降和淋巴结肿大等异常时，难道真的只是小病，还是在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健康，早做检测？三大群体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。大学生。近年来，艾滋病在年轻群体中的感染率呈现上升趋势，尤其是大学生。大学生为何会成为艾滋病的高发人群？这其中的原因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水平密切相关。首先，许多大学生刚刚走出家庭，开始独立生活，自由度和隐私空间都大大增加。然而，自控力和风险意识却相对薄弱。一些大学生面对独立生活带来的新鲜感，渴望尝试新的事物，却往往对可能产生的风险缺乏清醒的认识，这无形中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。其次，大学生年龄较轻，情感和生理需求旺盛，容易冲动行事，有些人对性行为缺乏足够的责任感或自我保护意识，再加上同龄人之间的影响，部分学生对性解放的理解较为片面，甚至把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视为勇敢成熟的表现，这增加了感染的风险。大学校园里，有些学生希望通过感情经历或丰富的社交圈来获得关注和认同，不小心陷入不健康的社交模式。这种盲目攀比的心理，加之对保护措施缺乏重视，使得感染的风险悄然上升。缺乏系统的性健康教育，也是大学生感染率上升的重要原因。虽然高校在性教育上有所改进，但内容往往不够深入，形式也较单一，学生难以真正认识到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和艾滋病的传播风险。很多大学生仍然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、预防手段了解不够，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观念，如避孕套只能防怀孕，防不了艾滋病，或是认为艾滋病只和特定人群有关，与自己无关。此外，面对艾滋病的高发，部分大学生可能会因怕被误解或羞于谈论此类话题，而选择忽视相关教育和预防措施。一些学生即便有过不安全的性行为，也因为害怕社会或同龄人异样的眼光，不愿主动接受检测，错失了早期发现和防治的机会。要减少艾滋病在大学生中的传播，学校和社会也应鼓励大学生正确面对性健康问题，提供开放、安全的教育环境，让他们认识到健康行为的重要性，消除因无知带来的误解和风险。老年人。提起艾滋病，很多人会联想到年轻人或高危职业人群，却很少想到老年人。然而，数据显示，近年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显著上升，甚至成为新的高危人群。许多老年人在配偶去世后，因为孤独感和缺乏家庭陪伴，开始追求情感寄托，甚至建立新的亲密关系。然而，他们往往对性健康知识了解不够，这就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隐患。老年人对性传播疾病的认知较低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让他们对艾滋病有所误解，甚至认为艾滋病是年轻人或某些特定人群的专利。很多老年人羞于谈论性健康问题，避免提及安全套的使用。如果缺乏防护，一次不安全的接触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此外，部分老年人受到外界不良诱惑，或是因为生活空虚，开始频繁参与一些不良社交活动。老年人手头有一些积蓄，闲暇时间多，社交环境相对简单，在缺乏性健康教育的情况下，容易掉入不健康的交友圈。要遏制老年人群体艾滋病的上升趋势，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。同时，加强老年群体的性健康科普教育，打破谈性色变的观念，让他们认识到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。老年人需要了解，使用安全套并非年轻人的专利，而是防护疾病的基本保障。
让老年群体意识到这一点，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教育，才是减少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关键。3. 同性性行为者。在艾滋病传播中，男同性性行为者是全球公认的高风险人群之一。这不仅与性取向有关，更与特定的性行为方式和防护意识薄弱密切相关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，男同性人群中性伴侣不固定的情况较为常见。很多人或许觉得对方看起来很健康，便忽视了必要的防护。殊不知，艾滋病在早期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症状，甚至感染者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携带病毒。窗口期内的病毒传播力依然很强，而在多性伴的情况下，病毒传播链会迅速扩大。防护措施的忽视也是感染风险增加的重要原因。有些男同性性行为者因为不存在怀孕的担忧，认为避孕套可有可无，但忽略了避孕套在防范病毒传播中的重要性。这样的侥幸心理恰恰成为了感染的温床。艾滋病的防护并不等同于限制或歧视某一群体，而是要让所有人认识到行为带来的风险，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，保障自己和伴侣的健康。男同性性行为者的感染风险较高，但这并不是无法避免的。要有效减少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，社会、家庭和医疗机构的支持尤为重要。社会应该为男同性性行为者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，让他们认识到艾滋病的传播机制，了解如何保护自己。2. 艾滋病的8个身体信号。艾滋病并非感染后马上发病，通常会经历数年潜伏期，因此早期症状往往被忽视。但其实，了解这些信号能帮助我们在潜伏期内及早发现，尽快采取控制措施，从而有效延缓病情发展。第一大信号是持续性发热，如果出现无明显原因的低烧或持续性发热，持续1到2周以上，并伴随全身乏力，这可能是 HIV 感染早期免疫系统应对病毒攻击的表现。第二个信号是夜间盗汗，夜间盗汗指的是睡觉时大汗淋漓，即使气温不高也会出汗，甚至被汗湿透。HIV 感染早期，免疫系统受到攻击，身体试图通过调节体温抵抗病毒，容易出现盗汗。若夜间出汗异常频繁，最好引起重视。第三个信号是淋巴结肿大， HIV 感染后，淋巴系统会率先受到影响，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结肿大。如果发现淋巴结肿大持续1-2周以上，最好进行检查。第四个信号是体重无故下降，体重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，比如1个月内减重10%以上，并非正常节食或运动所致，这可能是身体免疫系统在消耗大量能量对抗病毒的结果。第5个信号是皮肤问题频繁，皮疹、湿疹等皮肤病变在 HIV 感染者中较为常见，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皮疹或反复出现的皮肤问题，很可能是 HIV 引发的免疫反应异常导致的。第6个信号是口腔溃疡反复， HIV 感染者的免疫力下降，容易导致反复口腔溃疡，甚至出现鹅口疮等口腔真菌感染。普通人口腔溃疡通常1周左右就会痊愈，而 HIV 感染者的口腔溃疡往往持续时间较长且难以愈合。第7个信号是持续性咳嗽或呼吸困难， HIV 感染后免疫力下降，呼吸系统容易受到细菌或真菌的侵袭。若出现持续咳嗽、气喘、呼吸困难等情况，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，以排查潜在的感染。第8个信号是肠胃问题， HIV 感染者常常会经历长期的消化不良、腹泻、腹痛等肠胃不适，这与病毒攻击肠道黏膜、破坏肠道免疫有关。这些信号看似普通，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只是小毛病，但事实上，这些都是身体免疫系统受到病毒攻击后发出的报警。结语：艾滋病的传播不分年龄、性别或身份，不安全的行为往往会让人们置身于看不见的风险之中。大学生、老年人和男同性性行为者等群体因特定的生活方式或防护意识不足，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发人群。尽管社会对于艾滋病的关注度逐年增加，但仍有许多人缺乏对艾滋病的科学认知，甚至因误解或侥幸心理而忽视防护，导致感染风险上升。早期症状如持续性发热、夜间盗汗、体重下降等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。
掌握这些信息能帮助我们在潜伏期内及时发现，避免感染扩散。艾滋病的防护需要教育和行动，无论身处何种群体，每个人都应积极获取健康知识，重视自我保护，用科学和理性打破对艾滋病的偏见和误解，共同遏制艾滋病的扩散。